一间瓦房，几亩良田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这大概是无数人向往的归宿。在湖南的山谷深处，藏着一处秘境，两栋夯土老屋静静坐落在这里。我们顺着蜿蜒狭窄的小路往里走，两栋错落分布的泥土老屋分别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。可惜房屋的主人不在家，于是我们一路走到山谷尽头，才发现整片山谷就只剩下这两栋老房。路边山泉水叮咚作响，汇成一汪清潭。天气酷热，我们便下水纳凉解暑。就在准备离开时，我们突然发现第二栋房子有一位年近70的老人居住在此，只是老人耳朵听力不好，并没有听见我们之前的呼喊。这位爷爷十分和善热情，说起自己从小在这里长大，不习惯城市的生活，便重回故土。平日里养鸡种菜，日子自在悠闲。此地昼夜温差悬殊，白天燥热需要吹风扇，可到了夜里却冷得要盖上棉被。这般山野秘境，你会向往吗？走遍湖湘大地，领略风土人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天福。现在我们已经来到这个山谷的入口处了。在这里啊，我们看到了几栋泥土房，我们一起走进去看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是中午1点钟的样子。在这个位置，我们看到这里有山泉水的水管爆裂了，喷射的山泉水到处都是啊。这里面水源非常的充足。在这个房屋门前主人种了一些丝瓜，还有一些辣椒。门口晾晒了衣服，看样子是有人居住可能主人这个时候不在家。你看这丝瓜结的多好啊！房屋主人的门前还是比较干净。是的，房屋收拾的还挺好的。看样子这里只有一个人住在这里嘛。看晾晒的衣服他这里门前视野还是比较开阔的哦。到处都布置了山泉水的水管。它这个泥土房面积看样子还有蛮大嘞，上面的瓦片都是做过修缮，你发现了没有？是的，这栋泥土房有2楼。走到台阶上来，看看，从门缝里看到里面光线还蛮充足的呀。这栋泥土房年代还是比较久哎，至少都有30-40年的样子啊。它上面有一个监控摄像头，上面还放了个风箱。从他的生活用品来看，这里位主人应该是一位老人。你有没有发现？它这里的设计，我们平常看到的古建筑当中，这个柱础它一般都是石头或者是大理石，但是我们今天发现这个房屋主人，他这个柱础竟然是木头做的。是的。但是按照道理讲，柱础它的作用一般都是为了防止像这种木质结构的柱子，防止下雨天积水受潮。但是如果它用这种木头做柱础的话，那不也会受潮吗？因为它是隔断的嘛，它下面的还是可以更换嘛，而且它这里应该不会很潮湿，因为它这个地方已经是接近山顶的位置了。也有可能是这栋房子的特色吧。是的。主人不在家，门上一把锁。好了，我们现在继续往山谷里面去看看吧。
主人应该是在这里养了一些蜜蜂，但是没有看到养家禽其他的。你看这个是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个是石臼，像以前呢，老一辈的人他们都喜欢去做糍粑呀，做糕点呐，然后就把糯米呀蒸熟放在这里面来挤压，然后可以做成糍粑粑。是的。啊，这个地方啊，要是没有阳光的话，就可以到这边来玩一玩山泉水呀。你像这条路啊，真的是只能够步行啊，或者是骑个摩托车，应该还行得通。哇，你看这个山谷里面的山泉水呀，真的非常的充裕。哇，走到这里来呀，又是豁然开朗啊，感觉别有洞天。是的。哎呀，又是一栋泥土房。你看这里是错综布置的水管。以前这个山坳里面啊，应该还是有一些泥土房，看样子基本上倒塌了。我们从无人机的视角看，这个山谷里错落分布了一些泥土房。啊，这个位置看到没有？种了一些南瓜，还有豆角之类的，茄子。哇，源源不断的山泉水。你看它这栋泥土房的地基就打得非常的高了，是吧？少说也有10米高啊。从我这个位置到上面去，全部是石头垒砌的地基。哇，它在这个山脚下放了一些蜂箱，我们看看能不能走上去啊？看一看这里好像有人居住吗？哎呀，这里用栏杆拦起来了。你好，请问有人在家吗？有狗。诶，有狗哦。有狗叫，那么说明应该是有人住的。一只狗。请问有人在家吗？我们去看看。哎呀，哇，先放好。哇，整个这一片啊，全部是种的蔬菜。这路面看样子清理的还是比较干净哦。你看，应该是有人在家。这里有一只狗在这里，在吼啊。这个是看样子是一只矮脚狗哦，像是宠物狗。哎呀，这个房屋泥土房，哎，里面有人呢，里面有人在家吗？你好，请问有人在家吗？应该是没人。这里养了鸡。你好，请问有人在家吗？你好，没人。他没人，但是他这个大门是敞开的。一般狗叫了，主人应该会出来查看的。哇，你看这个地方都没有围栏。是的，这里这旁边都没有护栏，对吧？哇，站在这上面，真的是视线非常开阔呀！不知道这个时候，应该大概都有1点钟的样子啊。主人按道理应该这个时候应该也要回家吃午饭呐，难道还在外面做事吗？
你看它这里完全是四周都是山，完全坐落在一个山坳里面。如果它完全下山去的话，肯定会锁门。好了，那我们就不进去了，因为主人不在家。哇，这是小桥流水人家。所以说，大山里面的人呐，每天推开门就是青山绿水，特别的治愈。在这里面养老，清澈见底的山泉水。好了，我们等到山谷里面回来的时候，把它这个门复原一下。等我们出来的时候，看一下能否遇到这位房屋的主人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往山谷里面去看看吧。这里呢，就是一个原始的村落了。现在还是有一些人仍然选择住在大山里面。有些老人家，他习惯了农村里面的生活，他住在城市里面呢，就特别的拘束。住在山里面的生活成本也相对较低。现在天气这么热，然后又看到这么多水，头上流的汗就更多了。哇，不知道里面还有没有房屋啊？通过卫星地图上来看，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，已经是这个山谷的最深处了。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任何房屋了，整个山谷就只有我们刚刚看到的那2栋泥土房。我们刚刚参观了这2栋泥土房，都没有看到房屋的主人，所以我们呢就到这个小溪谷这个里面来。天福太热了，所以呢他忍不住跳到水里面去玩水去了。天福，凉爽吧？凉不凉爽？好凉爽吧？哎呀，我刚刚呢也把脚放在里面去，好舒服的，这是好凉快的。我们在这里玩了差不多有30-40分钟了。刚刚天福玩了下水上来，我们再到里面去看看，看看是不是他在里面午休，没有听到声音。如果实在没在家的话，那我们只能是改天再来拜访他们了。爷爷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我们到这里面来了。刚刚你在家不？我听不到喂。你听不到啊？我听不到啊。哦。哎呀，我天哪！我说怎么可能？刚刚我们到你家门口，然后看到房屋门是打开的。我刚刚最开始的猜想是对的，幸好我们又折返回来。哎呀，我们刚刚来到这里的时候啊，它一直在叫，你都没听到哦。哎呦，这耳朵！我说刚刚我到这里来，然后它狗一直在叫，你都没听到声音呐。哦。我听不到。哎呀，你在家里休息是吧？对。这个时候起来。哎呀，因为好，谢谢。因为我刚刚没看到主人在家，所以我就没有进去。哦。好。你们是来玩的吧？对，我们是看到这个山谷里面环境啊，风景很好，所以到里面来玩一下。哦。现在这里就只有你一个人住这里哦。在家里头。好。过来，给帮着。好。是吧？有时候老人家可能耳朵听力不是很好，哎呀，好，哎呦，好，谢谢。哎，请问您贵姓啊？我姓周，吉给周，周恩来的周。周恩来周啊，您年纪有多大呀？我啦。啊。我叫你68吧。68岁啊。
蛮年轻的，老了看上去老了。那就是耳朵才68岁耶，那耳朵怎么会听力这么不好嘞？我要有肾虚啊。哦，也是身体方面的原因。我的肺部有问题啊，肺部有问题，你知道现在。导致那个听力不是特别好。背哦。刚刚那栋房屋也是一位老人家住在里面吗？对。以前这个山谷里面有多少人住啊？这个山上啊。哎，这个山里面。这个我们最高了，他们都是下面的。哦，我是说几十年前，以前有多少啊？这个2层有一个屋啊，这个大片那个里面有10人户人家。那个时候有100多人。哦，整个从那个下面到这个山谷里面，那里面还有人住吗？里面没有了。就是以前里面还有人住吗？里面以前有。以前有。那人没去那就把查。就是以前有人住，但是也是你这种泥土房。然后呢，没有人住了就倒塌了。你这个泥土房修建了有多少年呢？我这边是86年的。那有刚好40年啊。40多年了吧。40年了。你那个小孩呢？我那个小孩没有在家了。都到外面去发展了。他去城里了。都去城里。你有几个小孩啊？只有一个啊。只有一个男孩子吗？一个男孩子。哦。你现在一个人住在这里，我看就养了1只狗。养了2、3只鸡。养了2、3只鸡。山羊啊都没养。我看你周边种了好多菜，是你种的吗？对。哎呀，你还是好勤快哦。你儿子经常会回来吗？儿子啊，那过节就回来一次。逢年过节会回来。回来。反正也不是很远呢。对。那你儿子应该都成家了咯？成家了。孙子有。孙子这么高了。你住这山谷里面，早晚温差很大哦。你现在就是这里面整个夏天就只要吹电风扇吗？不需要空调。你这个房屋有没有做过修缮呐？有做过修缮吗？40年呢。没有啊。那你是晚上我家，你看我那个房子呢，我床上现在的明线。我们这里中午的，我中午睡觉了还个棉被被。哎呦，刚刚在门口狗一直在叫，你都没听到。不好意思。哎呀，这个还像冬天一样的睡眠絮，都没睡凉席。我们都马上要吹空调了。不然的话好。家里收拾的好整洁哟。冬天你热了不冷啊。我们冬天也不冷。那冬天好冷啊，热了。冬暖夏凉，这个房子住的。所以这个房子你是一直都住在这里面，没有出去过吧？不是。也出去了。后面才回来的。对。喝水吗？还喝点水。真的是。这水喝得很好啊。好渴。这个里面的茶叶是不是你自己在山里面摘的呀？不是摘的，就是野生的。野生的。野生的那种茶。谢谢。你看我的这个。鱼腥草。鱼腥草。这里好像有。好多那个中草药。都是野生的。都是野生。是的，山里面的人真的。除了这里的交通不方便，什么都好。对吧？是的，你平时出去的话是走路出去的还是？有车。你是有骑摩托车吗？没有了，人有车了。搭别人车下去。那隔壁的那个也是年纪多大的人住在里面呢？60多。60多。90年以前我们这里的人就少了。90年以后就根本不认了。90年后就基本上没有人了，基本上估计搬出去了。搬走了。平时经常会有人到这里来玩不？你碰得到吗？有。也有人到这里来玩。那城市里面的人到这里。城市里面到这里，尤其是到这里来玩山泉水、溯溪，可能现在还没到时候，越是到3伏天吧，越你在这里面就是搞饭呢，都是自己烧柴火了。柴火自己烧。这边柴火倒是很多。你看你养了蜜蜂吗？蜜蜂不是我的，我自己的。是你。我有个弟弟哦。你还有个弟弟啊？你自己还有几兄妹？住在下面。住在外面了。住在下面去了，那人口啊，正常那个地方。是的，都喜欢凑热闹的。你一个人住在这里，
相当于在这边养老了，这边还清静一些。你平时怎么打发时间？我看你家里好像安装了那个 WiFi 耶，对吧？你家里还安了 WiFi， 所以家里有网络。啊，平时在家里面一个人在家里面刷刷手机啊。家里面碰得到啊。是的，因为我看你装了 WiFi， 有智能手机。你看天福，这个是周爷爷他们家以前的农用工具，这个打谷机。那个帮人肥豆的。这个是人工收割的时候就要用这个。哦。这个阁楼上面以前都住人吗？没住人，就放一些杂物。我看你们家这个房子其实还有蛮大的嘞。房间都在这边。有一个50人啊，一个50人啊。哦。150个平方了。150多个平方啊。以前你们家修这个房屋的时候有几口人住哦？以前修筑这个房屋的时候有几口人住啊？修这个房子的时候啊，我家里你爸爸？我们是6姐妹，6个兄妹。哦，6兄妹，这个房是你？ 3个女的，3个男的。哦，这个房子是你爸爸修的，还是在你手上修的房屋了？那时候还是我爸爸从家的时候做的。哦，那个时候你才多大啊？40年前你才20多岁，你才20多岁。那个时候你爸爸妈妈修的房屋。26、7的时候。26、7岁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你们家还有6兄妹的话，这个房间够住吗？这么？住这个房子啊，在我爸爸家里，我说的啊，我家里是很穷的，没有钱。哦，以前住在山里面的人都一样的。对。那个时候都是很困难。我爸爸在外面还是有一点工资。哦。到了20多岁，我也参加工作了，我有一点工资。搞这个房子花了900多万。花了多少啊？900多万呢。那个时候家里还要花多少钱呢？花不了多少钱了，900多万之后呢，就在家吃饭啊、买菜啊、个人生活费啊。每个人不做事的时候呢，接包烟啊，是吧？都这样。是吧？那请别人基本上是周边的邻居，还是请外面的人呢？那个锯啊、材料啊、那种啊，都是买的回来的。锯木料都不是要钱的，都是去山上砍的。这个瓦都是外面烧的。你修这个房屋的时候，以前这条路有这么宽吗？也是这么宽的。只有这么宽。那这些瓦呀，还有这些，全部都是用肩膀挑过来的。确实是。那就是那个时候确实是很吃力的。那个地方还没有公路没有公路。根本不能通车了。是的，是的，没法通车，确实好困难。我看到这个到处田地啊都荒废了，长了好多草哎。这里不是养山羊会很方便吗？养山羊放了牛啊。放了牛，你自己养了牛吗？养了山羊吗？我不能养，我身体不好。身体不好。对，我身体不好，肺部不好。肺部不好。对。肺部不好，那就不能抽烟。因为我已经到了那里去了2年。也到你儿子那里去过。那里不舒服，我回来了。也就是你到这里来住，也就是最近这2年回来的。年我在那里住。我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啊，那还是不行。空气不好，空气太差了。空气差了。是了。你现在就看起来就是头发白了一点点，其他看上去那个气色呀都很好的。气色还好啊。气色好，看不出来你有67、8岁的人。刚刚到这里来的时候，好像这边是不是有一个金矿场啊？挖金的地方啊？有。是不是？这个地方就是挖金的吧？废弃的金矿场。因为我出生的时候呢，我家里很穷，我爸爸一个人在做工作，我妈妈呢就在那个大单位啊，就不能食堂里面做饭啊。做饭以后呢，那个单位是烧煤。烧煤的，那等的，我妈妈就把我拿回来。就把我放在那煤这个问题旁边，那煤气中毒了，那个煤烧出来了，呼吸煤烟啊、喷飞啊，真的肺里去了，是这样真的，所以说家庭环境影响。你在家里是排行第几啊？我排行老2。老2呀？那你还有哥哥还是姐姐？姐姐现在应该有70多岁啊。
他们都还在。我才3岁吧，还有70岁了。以前这里好热闹吧？对。以前很热闹，好多人，好多邻居啊。对。你像。邻居，以前我们这个地方都是一样的，有个邻居做事的话，全村人都过来帮忙。哎，是的，是的。都说了，那没报酬的。没报酬，就是自愿的。都自愿的搞。自愿帮忙。我刚刚走过来的时候，看到你们家这个房屋地基呀，都是用石块呀垒砌起来的嘞。哇，那个时候修这个房子，这么好的技术啊！这一块一块那种石头是怎么累积起来？中间有没有什么粘那个缝衔接呀？没有，应该我们全部是用人工啦，抬，2个人抬石头啊。不会垮塌吗？不会。不会垮塌，那是有什么诀窍吗？那以前啊，都有那个老师傅，他才知道那个石头是怎么放，才能那个力。哎呀，是吧？那现在还有人会做这样的房子吗？有没有老师傅？没人做了。没有人会做了。这个师傅都失传了，因为我们就很喜欢这种房子。我去你厨房参观一下，看看。哟，他吼一下，他走了。哎呀，你这里还栽了一些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草药啊。这里还栽了一些草药。以前就是在这个锅里面煮菜了，搞饭了，那里是做饭。做饭的。做饭呢。那里是搞做菜锅。是的，家里有烧不完的菜。是那个黄瓜吧？哎，你可以吃吧？可以吃，喜欢吃。你自己种了好多黄瓜吗？有。这位爷爷呀，他要跟我们摘一点黄瓜给我们吃。你这山里面这些水是一年四季都有这么多水吗？有哦。哎呀。到了秋天就没有那么多了。到了秋天就没有这么多。现在是。你看，这是爷爷自己种的黄瓜。哎呀，看，来，这个就是我们中国的山里面的人家种的蔬菜水果，这个是黄瓜。好吃，甜呢，有点甜味。你这个房屋地基好高哦，这基本上是在这个半山腰上开发出来的一个平地来修建的房屋啊。以前这个地方就有这么平的地方吗？还是用挖开来的哟，在这里做的？没有人工搭起来的。人工挖的呀。那你不怕这个山体会滑坡吗？不会哟。不会。好吃吗？平时他都不喜欢吃黄瓜。对，今天周爷爷给你摘的黄瓜嘞，你看吃得津津有味的。不能我炒菜的，我没去收费，我2个头，我没去收费。全部是土收费。全部是用土啊。土收费。都没打农药。我看看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什么草药啊？这是益母草。益母草啊。这个是益母草，你闻了吗？我知道是治疗那个妇科呀方面的一些疾病。这是益母草哦。它是怎么用的嘞？就是泡水喝。看是我自己吃呢，我这个泡的是茶喝啊。爷爷要跟我摘点益母草回去啊。这是你在山里面采过来的？不是的。不是啊。草里。草里面的。就这草里面的。刚才那个在往我那个草里面。你小心一点哦，你这边上都没安装护栏呢。这走路的时候真的是要小心呐！我都感觉走在这边面上，感觉像走在悬崖边上一样的。
真的，你看他们家这个地基啊，真的好高。要搞少一点，早搞多了。这些都有用是吧？这些都可以吃的。你自己懂中医方面的一些药理了？对。哦，那真的很厉害啊，伯伯。你还看样子是你自己收集了这么多各种各样的中草药啊。我刚刚看你厨房也放了一些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你刚刚厨房里面的那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厨房里面啊？啊，那个是什么什么草药啊？海金沙。海金沙呀。那个是有什么功效啊？海金沙。清胃啊。哦。赶食啊，那个结石啊，带结石的人啊，吃就好了。哦哟。还有化结石的功能啊。哦，有化结石的功能啊。你自己吃啊？我那个茶里面都有啊。哦，茶里面都有，都是在这山里面，都在这外面采的。山里面采的。哇，这里面真的好多宝贝耶！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刚刚伯伯说这个是属于什么金沙草，对不对？我看一下。哦，我看一下海金沙是吧？看一下别人认识不？他说这个可以打结石，就是有结石的，这是纯天然的中药。可以打结石的。哦，我好像以前在山里面见过这个东西。哇，所以说山里面真的很多都是稀缺的中草药。好，回去休息了。下次有机会再来拜访你啦。好吧，好吧。好，欢迎欢迎。好，你经常是一直住在这里的噻？对。好，谢谢啊。好。谢谢伯伯。好，有机会再来玩啊。好，你一个人在这里注意安全。好，身体健康啊。好。耶，拜拜。拜拜。谢谢你给的黄瓜。现在是下午的4点钟了，不知不觉就跟这个周伯伯聊天都聊了1-2个小时了。现在山下的村民放黄牛放到这里面来吃草啊！你看这里面真的是纯天然的牧场啊！我们来看看黄牛，听说牛有4个胃呀。没想到啊，刚刚和我们聊天的这位爷爷已经快70岁了。幸好我们刚刚重新折返回来，再确认了一遍。没想到房屋的主人在家里。这位爷爷啊，他非常的热情，他给了我们很多自己在种的黄瓜以及一些中草药。要是下次有机会，我们再来拜访他。大家看这里的环境啊，是不是特别的好？你们想在这里生活吗？好啦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